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微波炉的话题。那么我上一集呢做完了一个逆变式的微波炉，那么热心的朋友呢跟我送来了一个传统的微波炉，就是今天呢我拆开的这台微波炉。那么我想今天视频的主题就是微波炉到底值不值得修？那么这个问题呢长话短说呢，我的基本的结论就是说，微波炉坏了以后呢，基本是不值得修的。那么下面的原因呢有非常的多。那么其中第一个原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微波炉呢是上面的品牌啊都是2005年生产的，这是一个非常老式的微波炉，那么有20年了。元器件的老化呢，如果你再真的把它维修的话呢，实际上对未来呢仍然会有安全的这个隐患。如果你是比较新的微波炉，我们拆解完了以后，我们知道呢，那么这个微波炉呢有温控，还有继电器的控制，还有转盘等等。如果是这些打开以后常见问题的这个维修，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可以修一修，因为这样呢毕竟是比较环保。但是很多的时候微波炉的问题呢是出在这个磁控管和下面的这个高压电路。那么如果是这部分坏了的话呢，因为这部分的电压非常的高，将近4000伏到5000伏，那么实际上维修的话呢是有很高的生命危险的。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球形电视机的时代，其实很多的工程师呢是死于这个高压，因为球形电机内部的高压呀可以达到上万伏，稍有不慎的话呢，那么就会见不到明天了。现在的微波炉是价格是越来越的便宜，维修一台报废的微波炉呢，这个意义呢也不是很大。所以这就是我对这个维修微波炉的一个基本的观点。那么我们下面呢还是从工程的角度呢来讲解一下这一台经典的传统式微波炉，看看它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诊断这个微波炉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要断开电源。那么同时呢，这下面大家看见了吗？有一个哇哦，这个高压电容啊，这可不得了，这上面有上千伏的残留的电。这个时候啊，就一定要进行放电。那么放电的方法呢，就是拿着两个这个绝缘的这个手柄的起子，那么把这个起子呢，你看我们一端呢就是接触到这一端，然后另外一端呢接触到另外一端，然后把这两个起子啊，看在这儿呢交汇，那么金属的接触了以后呢，就让它进行放电。那么如果不确信的话呢，那么在放的不同的角度，那么多放一会儿。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放电完成了。那么大家切记呢，微波炉呢一定要放电，如果不放电的话呢，这一点电压呀可能就会把你搞到不见明天。好了，我们现在很快速的来测试一下。首先是保险管，那么你看到保险管呢烧断了，一点都不惊奇。保险管烧断呢是大部分这个微波炉啊常见的问题，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找到它的最基本的原因。我们下面呢接着看看这个温控，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温控的导通电阻是0。好，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第二个温控，那么它的导通电阻呢也是0。我们会发现呢，这台微波炉很有意思，它居然有3个触点开关，1个、2个、3个。我们呢对它们呢进行了逐一的排查。我们把第一个这个拆下来，我们打开它的2极，大家可以看到呢，当我按下这个触点开关的时候呢，下面就呈导通状态，而当我触点开的时候是开放，所以呢这是一个好的触点开关。好了，那我们把这个触点开关呢给它装回去。那么第二个触点开关呢，基本上呢它的触点呢就暴露在外面，我们这个时候呢直接就测量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第二个触点开关呢，平时呢是1000欧，也是开放的。那么呢这个时候打开了以后呢就变成0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也是好的。我们看看这个最后的第3个，也就是它的这个 secondary 啊，我们这时候打开了以后呢，看看它基本上啊也是呈这个导通状态，因为它是逻辑是反的。我们打开了以后可以看到呢，你看这个门呢开放状态，所以呢这3个触点开关呢都是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快速的来测量一下这个磁控管。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磁控管这个电阻呢也是非常的小。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个电容档啊来迅速的测一下这个电容，因为这个电容的标称值呢是1个缪法。我们看看呢，上面显示呢正好是1个缪法，大家可以看看呢是1个缪法，所以呢这个电容呢也是好的，从表面上看来。
好，我们再快速的来看一下这个高压二极管。这个高压二极管的测量呢，可能会有一些麻烦。我们呢最好呢就是把这个高压二极管呢，把它呢断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打开这个高压二极管。好了，那么这时候这个高压二极管呢就被我们卸下来了。我们在测量这个高压二极管之前呢，我们知道啊，这个电路啊是一个标准的、非常简单的这个 Valand 的电路，它就是一个电容，然后呢经过一个二极管呢把它接地，所以呢这是一个半波的一个整流电路。那么这个高压二极管的这个测量呢是稍微麻烦一点，我们一般的方法呢，我们是使用这样的9伏的电池啊，我们把这个电表呢打到电压档。打到电压档以后啊，我们这个时候呢来测量这个上面的压降，我们把它接到正极。好了，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压降啊，在这一端呢是非导通状态，因为它是反向的。我们这个时候呢把它反向一下，我们这时候看到那边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压降的5伏，就说明呢这个上面呢大概有4伏的压降。这个就说明呢，这个电路呢是导通的。同样的方法呢，你也可以用电流的方式。我们把这个电表档呢打到这个毫安档，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上面通过的这个电流。大家可以看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有多少毫安呢？有将近800多毫安的这个电流啊通过。如果我反向的话呢，这上面呢就完全没有电流。那么就是目前来说明这个高压二极管呢还是好的。现在唯一没有检测的，那么就是这个变压器，可以看到打到这个电阻档，输入电阻呢进行测量。这个输入级的欧姆呢大概非常的低，那么在 0.3 个欧姆，那么这个时候呢没有问题，基本上呢我们确信的这个应该是好的，因为这个地方呢是直接通过电容的一级，所以呢我们测量这个电阻，你看这边大概是103欧姆，那么这显然这是升压部分的这个电阻。那么这一级呢和磁通管之间呢显然是它的次级，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欧姆数呢基本上是为0，因为这是降压部分，所以它的线圈数少，欧姆数为0呢，那么显然说明是工作的。那么从目前看来，这个变压器呢也是 OK 的。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这个保险丝烧了，其他的都是好的，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呢？那么我现在呢有一个非常不建议的方法呢，那么就是说我们把这些电路啊全部断开了以后啊，把这个电容呢也把它取下来，电容高压二极管都取下来了。那么现在呢就剩下，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呢是高压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是次级的接到磁通管，我们把磁通管呢都打开，那么这些地方呢都打开。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呢有非常高的高压，那么这个地方我把它绝缘胶布啊给它胶起来。那么大家就要注意啊，这个即使是绝缘胶布胶起来了以后呢，也要把它悬空，不要让它接触到任何地方。而下面呢都是这一些呢倒是还 OK 了，因为它们都是次级，那么主要是这一级呢是高压。好了，我们把其他可以导电的部分呢，所有的部分呢都移开。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就只剩下这个电路，但是呢磁控管和这些高压部分呢都没有被接入，那么是常规的电路接入。我们现在来看看呢这个东西到底工不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啊我就把这个管路呢把它换成一个好的保险管。好了，我们把一个好的保险管呢放到这个地方来。那么下面呢在一切确认完了以后啊，这些线路悬空了以后呢，我们把电源接上。下面的操作我是强烈的建议大家不要去往下进行，只是为了演示作用。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也都是学的都是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呢也都是属于低压电路，那么很少有朋友呢去学高压电路，需要特殊的工具。像我们目前这些电表都是不适应这个高压电路工作的，因为这个高压有上千伏，大家呢一定要小心加小心。好了，这个时候啊这个电路呢已经接上了，完了以后呢，下面呢我可以来测试一下到底啊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时候呢上面是有显示的，表面呢看上去都是好的，我这时候按1，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啊机器呢是在开的，
那么这时候呢，我把这个开关打开，整个机器就停下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这些风扇呢，所有的电路啊，跟我之前所测试的是一样的，它确实是好的。好的，我们这时候把电源已经拔了。那么经过刚才简单的测试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些电路啊，其实都是好的。高压电容和这个高压这个二极管呢，表面上看上去也是好的。磁控管呢，似乎也是不错的。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保险丝会烧掉呢？那么我现在已经把电源又重新断开了，我们把这个保险丝呢，要重新的把它取下来。那么通过这个仔细的观察这个电路啊，这块下面的这个电路板呢，居然被烧得发黄了。那么就说明当时这个保险丝在过载的时候啊，这个电流是非常大的。那么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时一个瞬间的高压电流让这个保险管烧断，烧得如此的之惨？现在从目前来讲，原因是不可考的，因为我们知道简单的检测以后，所有的元器件呢似乎都是好的。那么所以现在呢就回归到这个问题，那么像这样20年的微波炉到底值不值得修？里面的所有东西都看上去是好的，我可以肯定的，如果我现在把一根保险丝放上来以后啊，这个微波炉有可能工作，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就无从得知了。即使看上去修好了放在家里面，你心里面也非常的不踏实，它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你可能会怀疑它的微波会不会泄漏，它的温度控制器如果没有搞好的话，它里面的食物不断的加热会不会起火，所以这些因素呢你都要考虑进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像这样的微波炉的话呢，我可能就会直接把它扔掉，而根本就不会考虑去对它进行维修。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关于这个微波炉到底值不值得维修的话题呢，就介绍到这里。相信大家呢也都有了一个大概的 idea。好的，那么我希望呢今天的这个视频呢，把这些电路部分呢，把这个传统微波炉的电路部分呢，也跟大家讲透了。有一些常识呢，大家也有一些了解了。好了，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呢，请订阅我的频道或者留下你宝贵的意见。好了，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